拉开，紧绷收缩3秒。哇！是。我觉得这个比 IG 直播好有趣。抖音直播啊。对。有。大家好，我是热狗王，今天是在香港的第2天。那一樣，昨天跟峰哥已經來一場激情的胸部的碰撞，今天是非常有感受的，非常酸，非常胀。昨天不太好睡，因為太晚練了，是吧？練完，然後我們要吃飯，吃完回家。你平時什麼時候睡？我平常大概12點進去睡，太健康了。然後我大概1、2點就練了。1、2點。對，然後大概4點練完啊，然後弄一弄，然後晚上反正飯煮一煮幹嘛的，12點前就睡。哎，太爽了，太健康了，太健康了。跟我爸都出去唱。我去不年輕的。我們今天要來一個，就是我覺得這個更為特別，而且我更想知道峰哥是怎麼訓練他的背部的。對，因為他那個背部是太寬了，超寬的哎。真的超誇張的，尤其峰哥的腰也是很細的那種，所以他那個一個落差出來，你會覺得怎麼那個比例那麼誇張？對，他那個超級 X 型的那個比例啊，其實在舞台上你會覺得超級誇張，因為很多 A 2選手都是直筒型，對，所以你會看到哇，到底怎麼把背練那麼寬呢？那今天我們就來看看峰哥怎麼訓練背部的。開始啊！我現在就拉的就疼了就。很有感覺，我稍微手一抬就有感覺。這影片一放，我相信有好一陣子健身房都會看到這個畫面。你平時做引體向上嗎？就是引體向上做。會，可是我會做輔助的，然後我比較少做直接做徒手。完了。峰哥，我問一個問題，就是你剛才說你練完就會有那個拉伸，就是酸感嘛？那你覺得？練後的延遲性酸痛重不重要？到你這個等級了，有些人說你這個等級之後，其實不會追求延遲性酸痛，還是你覺得那個也還是重要的？我覺得還是重要的。哦，因為你可以檢驗到你的這個訓練強度嘛，最起碼你是這個訓練是到位了，才這樣，對不對？你如果說第2天啊，我還什麼感覺都沒有，那可能就是並沒有就是很強的那種就是刺激感，訓練強度就估計就沒有那麼大。但是我覺得這個是定義一個訓練強度的一個標準。這也是為什麼你昨天說你都會深層力竭，就是確保說你真的有達到每一次都是全力的一個狀態。對，就是榨乾自己。峰哥，你平常會做有氧嗎？會，我昨天沒做，今天就得做了。尼克沃克說過，有氧他不做什麼走路，他都要高強度30分鐘這種。你是？我也是30分鐘，但是我30分鐘是基本上就是爬樓梯，就以很快的速度，30分鐘500卡左右吧。那可以扶嗎？手可以扶嗎？肯定要扶呀，可以扶。那么腰受不了这。就有氧，我其實已經養成習慣了，基本上是每一天都會做，除了休息日。所以你覺得，就是到你這等級已經運動選手了，有些人說做有氧會掉肉，怎麼可能呢？不會，又不是跑馬拉松，怎麼會掉肉？你在短時間內高強度的去做，你只會對你的這個心肺啊有很好的幫助你這個就比如說我們做這個的時候，練力量訓練的時候。對吧？你的呼吸會更勻暢，就是你不會那麼喘，對吧？然後你的運動能力表現會提高得更明顯。那你通常都是一天1趟就好，備賽也是嗎？備賽我可能一天會2次吧，但是平時的話一天會1次。但都是以這種30分鐘，然後高強度做完就沒了。對，很快，盡量的快，達到一個很好的一個就是對於你這個心肺的活動，心肺的啊。那你會空腹有氧嗎？空腹有氧只會在備賽的時候做了，因為我現在起不來。練背的時候，我感覺要拉伸的更充分，要拉的時間更久一點，因為背它的涉及的這個面積會比較大。那你像你安排課表的順序啊，你都會一周都是一樣從胸開始練嗎？對。然後胸、背、腿、肩手這樣練。但是我有時候不想練腿了，我就跳過去。跳過去，快。哎，練腿是確實是太累了，尤其一個人，真的你上片下片這個東西給你搞個半死。我一般練腿要有2個人，我是越練越有勁，就是越練越興奮的那種。就是2個人練可能會好一點。對練的，對練的這種。
所以下次什么时候練？如果明天好了，明天就能练。不会吧？不会吧？我是不太喜欢练腿啊，废话我都不想练。我也是，但是腿还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咱们传统的，就是传统的选手吧，我觉得就是下肢吧，还是要更粗壮一点。没错。以前练的地方根本没有冷气，你可以练吗？没有冷气，没有冷气。试过，我拿卡前的次比赛就是在这种环境练的，很破的一个健身房，很破，杠铃杆都是弯的，那哑铃都是碎的这个。很哈扣的地方，就是很老派的一种训练场地。跟你讲应该也很爽。它全是秀，全是秀。包括我去年被韩国的之前也是在我们老家嘛，环境不是很好，都是这样的。但还是能变这样。对，其實還是要看方法。我是要走。待會兒得負重啊，要負重啊，这樣不是太好吧？可以练。30，压力大，手拉不住。通常有人会说对握嘛，或者反手。通常你会选正手吗？正手我一般做的多，反握我基本上不做的。怎么说？为什么？因为相对来反握的话，我觉得没有正握的这种刺激程度更深吧。对我可能还好一点。对我们用背阔肌主动收缩的方式，就相当于一个不是直上直下，对，斜着上去的那种可能也还好。但是反握的话，第一个你关节是不对的，对吧？不是顺着关节走，属于一个反关节动作。第二个呢，它的刺激程度可能也没那么好。那正握的话，你会把目標肌群放在哪一個？背阔肌，背阔肌，你要背阔肌，肯定是背阔肌。对，就練背，咱們主要還是背阔肌嘛，因為它的面積是最大的。30公斤太重了吧？还有人不懂那个体重啊，訓練當中有人不懂那個。大家的訓練措施啊，需要多可以，夠。跟你的体重都一樣。哦。現在就是正式的熱身完畢。好，40哦，45。對。你這個45是花多久時間到現在可以練到40？我就是體重很重的時候，最胖的時候，120多公斤的時候，我徒手拉個30個還是沒有問題。通常你會喜歡抓窄，是因為你比較好去讓整個動程拉長。對，背闊收的。因為很多人會做很寬嘛，那就這樣而已。對，那沒有用。其實你的收縮是背不到位的，而且上背會參與的就比較多了。沒錯，我們主要還是針對背闊嘛。所以你會選擇抓窄，就是因為完整的收縮。對。晨間收肩胛，有什麼技巧可以分享一下？發力的技巧。引擎體拉不起來，這個自重那就不行，那就做這個輔助了嘛。但是首先是我們做引體的時候，肯定是背闊肌主動發力，不是通過手去拽，是通過背闊肌帶動你的肩胛下回旋，然後通過你的肘往裡收，這樣是一個完整的一個背闊肌收縮的過程，不是直接拉。那我們首先是發力順序一定要搞清楚，就是哪一塊先發力，哪一塊後發力。如果高反了的話，那個訓練肯定就打折了。
還有。哦，扔。你大概认这个就是很容易找到50吧。这个主要是带也不好带，我没法，你得带。可以。哇，一样是2组嘛，对吧？对，2组。但像很多人在做动作的时候，他完整，然后他想要追求动作品质，所以他会很穩定的想要收得很穩，放得很稳。所以你觉得这样是需要吗？还是我很顺畅的有把动作在对的轨道滑动完就好？我们主要是什么？你只是搞清楚一个原理就行了。在你做离心收缩跟向心收缩的时候，它是持续发力就 OK 了，太慢其实无所谓了。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因为这个动作本身它就不好控制，对，很多人做不好。对，因为你自重就本身那么大重量在。哎 ，OK， 扔，继续，别停。好，负重，来个。哇！你在美国跟德里克练过吗？我跟麦有练过。啊，麦克。啊，还想问跟德里克怎么练的？这个窄握的划船主要目標是後背而已嘛，背過肌，背過肌。這些動作就是到腰肌部分，你不會做一個很長的肩伸後收。對。我不會就是練背的時候把肩胛去背到這邊，我覺得它背過肌拉伸到一定的程度之後，我們就開始做向心收縮。不用完全伸直。對。那你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有些人會整個駝背，還是你會腰椎是直的？髖是曲，髖關節是曲。髖關節曲的。對，你要讓你身體保持穩定。你不會整個這樣駝背。不會。你試一下，你用你的脖子去支，對，屈髖。哎。髖關節區，對，用脖子踩，你踩住了吧？對，這是收緊，對。好，你可以挺胸收。對。背過去收。
这是我慢离心平衡。OK。对。手你别放。还有一次，来。54。哇！背部感觉怎么样？哦，很胀。对，好吧。背你会一个循環裡面就一次背這樣。基本上差不多。因為有些人會分開，會擴背一天，上背一天。有料。有料。那背會特別練豎脊的部分嘛？人家說那個什麼2條水管豎脊肌的地方。練什麼硬拉啊？啊，對，或向上硬舉之類的會嗎？這個我頭2年的時候會練背之前會去做這個。練這個，把它整個激活開，但是我後來發現太浪費時間了，因為它這個它舉很重，你中間的休息時間太長了，所以沒辦法，練不了，而且受傷風險還大。後點，可以。同一个重量3段力气。我一样是那时候拉阔背就好嘛，背阔就好。对。像這個的話，跟那個單手一樣的拿手，就都會交替做嗎？還是你這個位置？我只這個位置。
50的50的，50的，哦。做吧，我要40吧。好，那姐。OK， 挂。峰哥，这个动作主要是以大圆为主，背阔一样。有些人会分什么大圆跟背阔的一个训練分開，還是你會有啊，但是大圓你要知道，它很小的，對不對？就沒必要就是單獨的把它拆開作為一個位置去練，就是我們可以練背闊的時候，最後一個動作用大圓去收尾就可以了。了解。
去寬，它把寬往裡面去了之後，我們背貨機就能就是怎麼講呢？主動的收得更緊一點。你看，比如說我們在做這那個造型嘛，你做後展雙腕的時候，我們是不是去寬？往前頂，是不是那個下背的距離是不是就縮短了？对，縮短了之後，它本身就是一個收緊的一個狀態，它就起始的時候它就是緊的，然後它這樣的話就不會導致就是中間的時候鬆掉，就是保持一個持續發力的一個狀態。所以其實你在練背的時候，你都會很強調屈髖這件事情。對对对，這個功能要掌握，對，一直鎖着。對，所以你其實在動作的時候，你會覺得說，骨盆都是穩定的，不動的，只有用背貨機主動收縮把动作給做完。对对对，就是一定要在一個身體保持一個相當穩定的情況下去主動收縮背貨機。如果你的髖關節不夠穩定的話，這樣前後晃，那我們的收縮功能效果肯定就是不是那麼好的。有些人会刻意把他的肋骨给压着，核心控制这样子。不需要，我覺得不需要，穩定就好。對，穩定就好。因為我們要知道，就是我們本來做的時候，就是相對來說核心就會參與很多了。因為我們做離心控制的時候，向心收縮的時候，它已經核心已經屬於一個對，已經收緊了。如果我們再去刻意的去收緊核心的話，那第一個會影響腰圍的一個發展，第二個呢就是注意力就會轉移多到核心這個位置。你就是全程專注在於你的對抗重量跟目標肌群收縮就好了。对。再往下加20。然後你會做雙邊的嗎？很少。如果可以分邊，都會分邊去做。對，因為單邊的我覺得刺激會更好一點，收縮的可以更到位一點。它這個功能就是這樣，你往旁邊走的話，我們到這可能就收不下去了，對吧？卡住了。對，卡住。但是我們做單邊的話，可以侧屈，对，侧屈一下收得更紧。但是唯一的不好就是會耗體力多一點，會累。那有些人曾經會有些疑問說，那個腹部嘛，就是我們會要用什麼高次數，然後是不要太大重量，不然怕會把腰給練粗了。你覺得這個說法你怎麼看呢？核心，我們人家不是說什麼比賽不能腰粗嗎？然後很多人覺得有什麼方法說我練高次數就好了，不要練太大重量。不，跟重量其實沒有關係的。你看我做重量也不輕啊，對不對？這上台腰圍還是很細的。對。那你覺得腰身的控制主要來自於什麼？第一個來自於你那個骨盆的大小，這是天生的，對吧？你骨盆關節夠小，你腰不會粗到哪裡去。再怎麼練，它就是同等性的發展。就比如說我就算會變粗，但是也是隨着其他位置的變大而同等情況、同等比例的放大的，它是不會是專門就是這個長得很快，不可能的。腰容易粗的人，就是他的天生他的骨架比較大，然後呢，他的這個盆骨啊會比較寬那種的，他這種呢就要稍微注意，就是盡量的去避免這個側腹的這個發力。其實最主要的還是其實跟天生有很大關係的。我覺得這個腰粗不粗啊，跟你做多大重量也沒關係。你看克里斯做的重量也不輕了。下。
峰哥，你好像比较少针对中上背，会有课表里面安排这个部分吗？会很少，协方比较少，很少。为什么？有什么原因吗？因为第一个，我们协防本身就不弱，就没有必要去刻意的再去强化。但是背货不一样，背货你是不嫌大的，它是越大越好，越翻越好。对，越翻越好。所以課表可能一天一個協方，還是有時候甚至不用。对，就是一個上背，基本上是一個上背，就是背貨機上半段的那個，就大圓肌靠大圓肌以上的這個位置，這1到2個動作吧。它起落架基本上就是背貨。这个動作也很好。它有分雙手的嘛，跟你都是以單邊一樣。就是這個我只能做單邊。單邊。除非說是練你說的那個位置上背，上背可能會用這個上面這個斜把，橫把去做雙邊。這個其實我更喜歡站着做，就是站着練。後推也不是不高。下一個。不用伸嗎？對，不用伸，後背伸直就好了，就不用再把手肘伸直。就是肩關節不用通過關節的位置來拉伸，就保持張力，主動拉伸。走，我這個動作你撐不動他的都。頂住之後開始，好，抵風。
顶峰，顶峰，最后一次，收，别放，明天过来，明天来吗？我是明天来吗？明天腿吧。来走。顶峰，来走。顶峰，对，走，往上放，收。继续一次，来走。OK。我是明天的飞机回家，早上。走。顶峰来。我再来，收紧。慢慢放，拉开，收。对，最后一次，拉开，顶峰收波3秒。1、2，收紧。OK。像我们就是有些小白会说，离心向心要几秒，顶峰要几秒，但像你刚才有一直强调顶峰，所以你觉得顶峰是特別重要的吗？其實像我們現在這個層面上面來講，就是說我們沒有必要去，不是就是這些像他們一樣刻意的去離心做幾秒這樣，因為我們其實就有一個神經聯繫在這裡，神經建立的這個肌肉跟肌肉建立的聯繫在這裡。我們時間就是放1秒放，也是有離心，也是在離心，但是相對來頂峰說吧，頂峰會更重要一點。那個擠壓感很重要，對，收縮的感覺，主動收縮的感覺。所以反而不要去固定要離心，要真的幾秒怎麼樣，反而是頂峰最縮短的時候，我們把它停留一下，張力鎖着。對，只要是保持一個持續張力就行。OK，它是一條線的，3.1線的3.1線。換吧。有些人會垂直拉、水平拉，你會依照這個方式嗎？還是沒有特別依照什麼垂直拉一個、水平拉一個這樣子去安排？我現在習慣是這樣。哦，習慣是這樣子。啊，第一個垂直，一個水平，交叉交錯。對，交叉的。我們今天就前面都是以闊背，最後一個就回到中背。對，上背的。對，中背就是收尾的概念。這個動作是希望我們從左右把它拉下來就好，還在往後拉。拉的時候啊，往下帶就好，還是往後帶？往後面帶嗎？走，往下就好了。往下就好了。OK，所以不用把手都往後帶。對，不需要。OK，把這個位置去收它這個位置，你看它到這個位置就可以了，它不需要再往後往下壓。那個就是要你剛才摸那個地方。對，這個有。對，大力。看那邊還原用嗎？為什麼那個腳沒有做上去嗎？有什麼特別的mega嗎？這個不太好用，不太好用哦，因為我卡到很裡面，就是我把腿卡到很裡面，很裡面成為一個往前趴的一個狀態，也是一樣的，但是這個固定會更好一點。OK，我幫大家問一下，因為這個它卡着後感覺不是很舒服啊，所以我就這樣去做了。
如果有能力可以再加，对你就会再加一點。对。哦，所以你的體感，像你昨天說的，你的生成力竭是，哎，我先取一個，我預設我只做這樣，可是通常都會發現還可以再加，就會加上去了。是的。哦，就是希望一定要去追求，我就是要炸開。比如說我第一個正式組，我感覺這個東西就是我做的有點輕的感覺，我就會盡力的去控制它，然後也是盡量的去做到一個力竭的效果。然後第二組我直接就把狀態加上去。但是如果第一組我觉得很重了，我第二組基本上就不會再加。所以其實訓練者應該是要對自己可以拿捏多少的重量，一定要很清楚。但反而你不是用記錄的方法，你是当天的感覺去選擇。对，你的身體你怎麼樣，你自己還不清楚，還需要去記錄嘛，對不對？那以前成績好的學生，怎麼地他都能記得住。你應該把組間休息更好的時間，不是用在記錄上面，而是應該去想我們下一組应該怎麼樣去做到更好的去力竭的這種程度。帮我屁股壓着，我怕会飞起来。帮我腰往前推着，对 ，OK。需要帮你压，应该需要，他都需要压了，我不可能需要。啊！回家了，我趕飛機，明天就回家。上回基本上帶一個動作就可以。一個動作就。對，一個動作就。直臂加壓吧。好，直臂加壓。7、8、9、10。哇塞！
啊，我们今天练比较快，快吗？比较快，3:20到现在。现在的节奏很快。现在几点？现在4:50而已，我们才练1个小时要20分鐘。哦，昨天练多久？昨天2個小時。我操，昨天練2個小時啊！2個小時。他妈手滑了我。多少啊？30。哇，太重了。哎呀，下个差不多。讲完完事儿。超级宽的背。不知道你是怎么摆你背部的阔背跟你的双手二头肌？哇，好宽。像你刚才有提到說背展二頭的時候會屈髖嘛？對呀、所以在這個時候你也是屈髖的感覺。屈髖啊，肯定屈髖的。啊，他有的人就喜歡這樣嘛。對對。你看，就像邁克一樣，他就喜歡頂着的。對，頂着，但是你屁股也是能收緊。嗯。你這樣，你看你背就縮短了。嗯，對不對？這一塊嘛，這個點對。背展後背也是一樣嘛。背展後背其實不用。不用。背展後背，因為你的手是擋着的。啊。擋着這個位置，你可以。啊。所以就不用特別屈髖。我們現在還有一個地方沒讓他拖起來，是他腿的。明天要練腿。會害怕。我今天的飛機上，他是趕不及明天練腿的。沒關係，非常有效率的訓練，強度、容量全部都有，是濃縮在這個1個小時2分鐘內。對啊，而且是2個人的情況下，一個人的話基本上50分鐘1個小時內一定是可以完成的了。今天覺得最震撼的動作是哪一個？一定向上啊！我的話呢，因為我會想要追求完整的行程，對吧？那我會覺得，因為我自己在做引體向上的時候，我通常都踩着輔助啊，因為我會很穩定、很慢的去做，然後完全的拉伸、完全收緊。所以我剛才講到，哇，我除了徒手之外，我還要加個啞鈴，我還要負重，我就覺得那用一樣方式，我一定拉不起來，所以我才問說，哎，峰哥他是覺得只要順暢的去把他的肌肉拉伸完畢，這樣就可以了，所以不用特別說我要多慢，或是怎麼樣。對，因為蠻多人會 focus 在，我離心我一定要很慢，很慢。但其實有一個觀念跟我們有點像是，其實持續的拉伸拉扯的感覺是很重要的。對，它是持續的活動，而不是你一直做什麼頓點的感覺。對，因為一旦你關節啊什麼沒有辦法順暢的情況下，你的動作就很像一直繃緊，一直繃緊。對，你沒有拉扯的感覺。要滑順的做完動作，流暢的做完動作是蠻重要的。對，其實就是不要做過分的去追求形成，這個東西我覺得是很重要的。因為你過分的追求形成，不管是背也好，還是什麼腿也好，或者是什麼東西，它關節超伸，第一個關節壓力就大，對吧？第二個呢，它借力的位置就多了，我沒有辦法就是通過很長的位移再用主動肌肉去收縮它。它這樣的話，它的壓力就增加了，壓力增加的話，它的收縮效果就沒有那麼好。所以它是要保持一個持續張力，一個狀態才可以。它是需要一個平衡的。對，那你會特別練腹肌嗎？
我很少练，基本上不练，因为我觉得腹肌够用就行，其他地方要更大更精致。你练完了就不想练腹肌了。有那个啊，就是每天练完都要500下。哇，没有必要了，真的。那你说明你这个没有练到位。去练，我们要去打健体。那你觉得健体选手要去练腹肌吗？健体选手肯定要。一定要。健体选手甚至要拿出来当1天的时间专门去练腹肌。因为什么？因为他对核心的要求很看重呀。他不像我们啊。那你像那个你跟金波练过的话，他的腹肌就明显很切割嘛。对呀，对呀。所以这个专门单纯练腹肌还是有效益的。健体肯定要单独练腹肌，因为健体的转体啊，它这个造型正面展示、侧面展示，它主要核心看得太重了，它这个评分標準就是這樣。那其實這樣是健體，它的正面腹肌是一個很大的評分。那我們雖然有一個動作叫腹肌與腿肌，但其實主要都是看框架跟腿肌。你腹肌只要夠高，有收緊，對，就 OK 了。只要你腹肌不是很糊了，就是能看得清楚，比較清晰就可以。夠乾就可以了，夠乾就可以了。因為其他都是看你的腿，看你的其他闊背啊一些地方。它不需要你很大塊、很摳得很深的那種，不需要這樣。有的時候你在練健美，你腹肌摳得很深，你會影響到你整個正面的這個觀感的，你知道嗎？腹肌比胸肌強，對，那就很尷尬了。太好了。就要練腹肌，我本來就不在場練，一個禮拜練一次。我是備賽的時候可能練完會帶個2-3組。差不多。裁判有給過你什麼 feedback 是你比較差的地方？就叫我再大一點。大一點。現階段因為峰哥上台是90公斤是極致狀態，所以其實裁判的大一點，其實他就是還有空間長肉。對啊，因為6公斤。6公斤長在我們身上就哇，那個看見說，你看，因為我們身高也沒有到真的很高，所以那個肉長上去就很誇張了，6公斤就很沾滿，就很嚇人了。你是背哪兒弱來着？背啊，我不知道，下段吧，下闊背。我來看一眼，你脫了，對吧？是這個位置差一點，那還是背闊嘛？背闊，還是背闊嘛？今天該練的位置基本上就是靠這個位置了，就是肉多一點。背膽闊背看看，背膽闊背。它是上面那邊。它這個位置比較發達一點，然後它是下面呢會有個缺口。其實你可以換一個掌的方式啊，你看上面縮得太緊，你把你的這個手背靠在這個位置，對，靠在這個位置，通過手去抵，然後往這兩邊走，好這樣，對，你這樣看起來是不是就更厚一點？哦，對不對？是不是？然後呢，我們再把這個手也不能這麼展，然後再把這個打開，對，這樣看起來就更寬一點嘛。對吧？而且整體是效果會更好一點，因為它剛才那麼展的話，就是第一個脖子縮起來了，就顯得這塊就是太緊湊了，它不夠流線性不夠強，然後這樣的話，它整個的框架比例都能看得很清楚，很好看，是不是？在這個位置，它也能把你的腰看起來會更細一點，這樣就掐着腰看起來會更細一點，所以是不是整體的這個看着就是更勻稱一點就，但是它的這塊就是過分發達了，過分發達之後，它也可能就是跟它的這個肩胛骨的靈活性有關。它的肩胛骨靈活性應該是非常好的，所以它能這點長得很開了。但是現在來說，它也有一個不好的一個點，就是說它大部分練都會往這方面這上面去練，它這塊就練的就少了。沒錯，對。繼續努力，繼續努力，可以加強。每個月都來。因為你要看真體，你做後掌雙肱二的時候，它整個還是看背闊。沒錯。你第一個你這個可以打得很開，這個是肯定不用講的。然後但是你做後掌雙肱的時候沒有堆積感了，就沒有堆積感。你這個位置就是空掉了。沒錯。大圓下面的這個位置，就是空掉了。沒錯。你這個位置要堆積起來，就看起來才會更厚一點。沒錯。就看起來這個就跟你套着一根鎧甲的那種感覺是一樣的。而且你的腰很細。也跟我的體型很像的這種，我們都是屬於那種很窄腰的那種，然後上面就相對來說會看起來會很寬的那種。但如果在這個地方加強，把它練得更厚，細節更多絲兒更多的這種情況，那你這個背就是很嚇人的就。你知道在亞洲這塊，咱們亞洲人背本身就比較差，對吧？你看像韓國、日本，我覺得沒看到背好啊。真沒看到背好，所以就是說還是要針對背闊去練。
我觉得这是更重要的，因为整体的比例的情况下，我们大部分都还是着重在全部放在阔背上。对，因为整体的细节、面积、厚重感全是在背后的。我们不能就是往上面跑，往上面跑不见底了嘛，对不对？对吧？包括我去年比韩国职业赛的时候，那个主赛 Steve 就跟魏干讲，他这个背很好，就说我这个背特别好，就是要整体的再打一会儿，打一会儿。那我明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系列，不是练腿吧？明天真要练腿吗？明天你想练腿吗？我都可以啊，我就行吧，明天腿。真的，所以明天还有练腿。明天腿应该好差不多了，我今天还有一点腿。不要勉强自己。明天看，明天腿不疼我就练。好，我看你腿你几岁了？我现在腿没出错。腿现在的维度多少？我没有量，也不知道。哦，你这个腿可以，腿很强啊。哦，我也是后侧，后侧一定要加强。它的后侧我看一下，侧面后侧有点差。也还好。其实它背展的都是强的，它背展的时候后侧是漂亮的。哇！这切割过深又凸，超帅。可以偷拍一下吗？哇！你现在增肌就臀拉丝也是差不多跟你维持这样。对啊。有那个方方的感觉。你看我的臀，确實是就是少一塊。你屁股得加強。对啊，這是真的。你腿正面其實很強啊。我的屁股真是小一號。你屁股相對來說就是有點脫節了。我真的覺得我屁股需要變大。你看我的屁股從後面去看，就已經就屬於就是太屁股太長了，就可以拍吧。這面積體積都太大了。拉絲哎，我們明天就要看拉絲怎麼練屁股。我們看。臀有大優勢。他的苦刺好強。我的確就要學怎麼練屁股。但是還有一個就是，你做側展的時候，這塊要再厚一點。對。哎，這個位置要再厚一點。你看這有點掉出來的。對。就好。他覺得屁股夠大，所以他連下來才會完整。你看，它像這一塊這個地方是你把它就是輕輕站在那邊而已嗎？還是你有特別去壓它？放空的，你捏是軟的。對，那是軟的。對，它是軟的。只有臀是有出力。對，它是軟的。的確，因為出力它就你一收它就沒了，一收就沒了。哎好，明天我們着重加強屁股。他如果要針對臀練的話，我想想啊，他骨刺真的不需要這裡，還是得放在股二。我那個，他的細節肯定是夠的，就是體積肯定還是不夠。對，然後屁股，這個因為很重要了，練健美了不是穿沙灘褲的，對不對？那是穿三角褲的，你肯定是整個都露在外面。你這個時候你的屁股越頂，股二越頂，那這肯定優勢肯定就越大。細節非常好的情況下，在這個同等比例把它放大就 OK 了，就是很單純的讓它變大啊。明天好好請教，明天好好請教一下，可以留給明天。那明天我們就主要以後面為主。好，沒問題。後面為主。好，後面為主。那我們明天見。